好，现在已经是8点钟了，然后我们8点钟就准时开始直播。然后这次的作品是我们风格化班的学员木雨之男。然后在正式采访他之前的话，我也是介绍一下摩登班近期情况。然后今天的时间是2023年9月16日，周六。现在的话，我就是再从头播放一下这个木雨之男同学的这个视频。然后这个播放完之后的话，我可能就邀请他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学习制作这个场景的过程。待会儿问把片周围处理，那个在这个直播的最后面会有一个问答环节，到时候您在那个时候问就行。然后我也尽量记得住啊，就是我有时候记性不太好，你要是看我在后面没讲的话，就提醒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到后面都有这个问答环节在，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做了好多的这个万圣节的小的鬼怪的模型，这个特别可爱。地形和 layout 是吗？这个等一下直播里面会有讲解它这个过程，应该会讲到。工作流对吧？就是这个其实工作流也不是很复杂，到时候我们让木鱼之男稍微多讲一些吧。好，这个视频就播放完了。然后木语之男，您要是在的话，就先发个声音，然后我就挨个问您这些就是准备好的让您自我介绍的问题。喂喂喂，我在。好，那木语之男就是，也是按照惯例啊，就是最开始想问您就是一个自己情况的一个介绍，就是您的这个学校啊、工作啊，这个情况，以及就是目前的一些这个工作情况等等，跟大家讲一讲。嗯，好的。我首先是宁波大学2018级的一个毕业生，然后我当时学的专业是物联网专业。然后毕业后我是先做了程序员，大概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后面才考虑转行的美术。然后一开始是去那个线下的培训班培训了半年，然后后面进了一家外包公司工作了2个月，然后又出来到了一家动画公司做了2年。然后后面因为要考虑是转游戏这方面，然后就开始离职学习摩登班。嗯，大概是这样。那个想想就是，希望您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然后我看您给哦，我准备了一些这个图片以及视频，我可能就播放一下，你可以讲一讲。好的好的。我是来自云南的一个小城市，它叫开远市。然后呢是一个比较有历史的一个工业城市吧。然后这个是近几年新建的一个灯塔，一个钟楼。对，它就是建的比较大，就在我们那边很大的一个景区的一个山上，然后已经成为了现在的一个地标建筑。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然后后面是我们的一个城区。另外一个就是你给了我一套这个图片。对，因为我们那边当时是有外国人来这边修的那个铁路嘛，然后就带起了我们这边的发展。然后当时的铁路跑的是这种绿色的绿皮火车，但现在已经退役了。然后现在就开了一条这个火车专门的旅游专线，就是绕着城市跑，就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可能得麻烦你说一下，就是这图片来源是小红书上一位 UP 叫对对对，小红书上找的。叫那个什么社长的旅游旅行日。日常，对吧？旅游日常，对。对，大家如果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这些照片的话，可以去小红书上关注这位 UP。然后我再回过头来，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就这个钟楼的视频的作者，也麻烦您说一下吧。他是一个 B 站的一个 UP 主，叫原作社。也是我上 B 站搜的时候发现有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视频。这拍的确实不错。嗯。
我可能就先把这个先放在这儿，然后我们看看下面的，就是您刚才也介绍了自己就是在职场上的一个经历，我感觉还是挺丰富的。你是相当于是从程序那边又转回的美术，啊，对然后 对。这个经历还是挺丰富。然后就您说一下您那个发现摩登班的一些过程，然后以及这个为什么要就是从这个不同的岗位到这个游戏场景这边。好的好的。因为我先说我那个转行的时候吧，就是刚开始毕业以后，我自己是物联网专业嘛，然后后面是做程序员。但做程序员的时候就发现，感觉这个工作不太适合我，就因为特别特别辛苦，然后每天可能加班到12点，然后还要走路回去宿舍，然后就这个行业已经特别饱和了嘛，做程序员。然后后面本来是想考虑考研，但是后面考研也没考上。然后就想做一个，跟程序员可能，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又不太一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后面就想到了，做游戏，因为自己从小就比较喜欢玩游戏嘛，然后就想起了之前玩游戏的那种，很宏大的场面，就去了解这个模型和地边这一块。然后后面就跟家里商量了，就跑到那个上海来学习这个模型制作。然后毕业之后呢，是进了一家外包公司，也算是我们培训班老师推的吧，就正常的人都是推进小外包公司。然后做了2个月以后呢，就投简历就投了一家动画公司，然后后面就进了，进了以后就直接去动画公司那边走。因为个人是比较喜欢游戏的嘛，但是其实动画那个时候觉得也差不多，然后就进去了，其实也还可以。对，因为动画里面它转那个地边转的特别快，就你进去可能模型就没有做几个月，然后后面就开始接触地边，然后做了2年，同事们也帮我很多，然后后面这个地边就逐渐上手。然后因为我的初心是一直是想要做游戏嘛，然后2年动画以后，就正好遇到我们播新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比较忙，然后自己本来是已经报了摩登班报了很久了。哦，然后后面对，已经没有时间学习，所以后面就考虑离职学习。然后发现摩登班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因为当时工作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模型还有全流程就不是很熟悉，因为一直都是在做一边，然后就打算补一下这个基础，然后就开始浏览 B 站，找一些小小教程。然后后面浏览的多了，就某一天 B 站主页就开始推荐这个摩登班的学生作品，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做的非常好。然后就很感兴趣，然后后面就报了这个摩登班，这样的。这就是想问一下，就您在这个找，比方说游戏场景资料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关注了 B 站上其他的频道？我看是您给我发了一张图片，我给大家放一下，这是您常对看的一个艺术家。对，这位应该地边行业很多大佬都关注这个大佬的直播间。他是现在在网易的一个地边，然后就是每半月他会收集一些各方面的场景，就作案的场景，然后去像老师评价作品一样的去给他评价一下，然后什么地方怎么样，就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也会提出他的意见，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当时好像是去年就发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去关注，然后后面只要是能想起来，每半个月都会去全程把它看完。就这位老哥播的也比较晚，就每天可能播到12点，然后后面唠嗑唠到1、2点，就反正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因为看了很多的他对这些一些大佬的一些学生或者一些从业者就是完成的作品的一个评价，然后对自己的审美就有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因为我本来是一个程序员嘛，本来对这种美术也是一窍不通。刚进那个动画公司的时候，就是那个场景做出来，那也不知道那个有什么问题，感觉自己做的挺好，但是领导就是说，哎，这里不太行，然后这个灯光也不太稳。然后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就可能关注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现在，看自己的作品也好，或者是看别人的作品也好，稍微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就是什么地方可以改进，什么地方可以优化，就这样。
大家在评价它这个场景是五花肉。对对对这个它的名字应该是叫奇渊，对吧？对，叫祈愿。然后它的这个频道的名字叫 Boring 拉布拉布拉，这大我也家应该能念不出来。搜到，就是这个啊，对，大家应该可以搜到。这个我之前也关注了他，他一般直播应该是我记得是周六晚上开始吧，有的啊，对，时候，周六。嗯，嗯。大家就是感兴趣可以后面去看他的直播。然后，然后我就想来问一下，就是您选择这个原画的一个过程。然后我是先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原画作者他是谁，然后以及他的这个主页是什么样子。然后可能也是麻烦，就是借您之口，稍微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呃作者他本身我可能不太了解，当时原画是从那个摩登老师在我们群里发了一些原画的参考，然后当中嗯，选的。但是后面联系上作者以后，就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一个作者。对，然后就当时跟他交流了以后，也是给我的场景做了一些评价，然后一些改进的一些小建议。嗯。就是麻然后他烦您的作品，读一下他的这个名字，然后以及就是稍微说一下，就大家可以去哪儿看到他。他这个英文名叫 Ano，后面那个怎么念？不好意思，我也不太会。我猜是不是应该是那个粤语的一个发音，就是有可能。嗯，大家对，可以去 有可能。ArtStation 上找他。对，可以去 A 站上看这个。然后就是您给大家讲一下，就这个原画呀，感觉看起来跟其他同学选的原画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你可以讲一讲，就是怎么选择的它，然后就想说什么都可以。嗯，好的。因为我其实大学里面是有接触过一些创业的一些课程，然后当时就学了一些这种差异化竞争的一种思维嘛。哦，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做一个同一种风格的一个场景，或者说一个事情，那你就做一个不一样的，去跟它区分开。然后我就观察，就很多同学都是做的白天，然后风吹草低的一个场景，那自己就做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是第一个风格化场景是用来学习的嘛，所以选了一个比较小体量的。然后后面我还是给自己一个希望是可以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可以跑图的一个场景，但是如果要做跑图的话，又不太可能做夜晚，那肯定是要做白天。所以我的第一个作品那就是选个那个夜景是比较好的。然后第三点就是摩登老师说的，要是找一个画面完整，然后能够最大程度还原的，也不用找一些其他的参考去给它丰富其他地方的一个丰富细节的一个这样原画。然后最后就在群里面看到了这一张，就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就选了这个作品。然后就是您后面去其他的这个作品里面、游戏里面去找这个参考，我看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参考《原神》，对吧？你给大家对，讲一下。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就在玩这个原神，然后这个风格化的场景，那确实原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参考。然后图片上的话，是我找的一些木头和一些砖块的一些参考，都是做 SD 的时候用的。然后后面有一些植物，其实有一些草和植物，我当时模型已经做出来了，但是哦，后面就刷进场景里面就感觉不太合适，而且那个效果也不太好，然后就没有继续优化下去。然后后面是就思考了很多，后面正好是原神出了一个新的地图，就是那个瓶子里面的那个地图，就那个现实的一张地图，然后就到了倒数第三张图片，就那个草。啊，对，倒数第三张。它这个地上有一个草的那个形状就是，比较圆片状的，就跟那个原画上的那种团簇植物就特别像。对，然后当时就不用，就直接删了之前做的那些，就是比较嗯，规整的一些植物，然后做了一个比较风格化的一个草，就跟这个比较类似，然后就刷在了地表上，然后后面还原出来的效果就是现在的效果。然后我看您这边也参考了很多不同同学的这个 SD 的东西。啊，对，因为其实 SD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然后因为还融合了一些美术效果上面的一些处理，
然后当时就把所有打狗作品同学的 SD 截图都接了一遍，然后自己存了一个文档，然后就做的时候一边对照着每个同学的看。对，然后对，就是等一下想问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学习的环境，就电脑硬件等等。对了，就是在那之前，我想插一个问题，就是您毕竟是经历过这个动画行业，然后以及在学习游戏这个地边，就是能不能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动画的地边跟游戏地边，他们俩之间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或者相同的地方，可以稍微介绍一点点吗？哦，可以的。我的理解就是，动画这边它就是资产都是外包的嘛，或者就是找的 Bridge 的一些现成的资产。因为它，我们当时做的是一个年番，就现在，还在播。然后就是因为年番的话，就每周要出一集，就有些场景它就需要做的比较快。然后当时就是，可能流程就是一开始就先白盒搭一个场景，然后后面做出来，然后把外包的资产给它替换进去，然后就开始打光，然后后面针对那个拍摄的镜头，然后去做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些优化。对，然后后面拿给他们动画那边看，如果他们拍摄出来，就没有特别大的问题，那也就可以直接提交了，然后就开始做下一个，就可能流程会比较快。然后一嗯，般小型场景是1周到4个星期的样子，然后大型场景可以优化到几个月，就是相比于游戏场景还是做的挺快的。对，然好，那咱后就是打们就，光，就是哎，那个灯光可能打的就比较多，因为场景做的比较快。嗯。啊。然后就是可能想让你介绍一下你这个自己学习的过程，自己用的这个电脑，大概是怎样的配置？我自己的电脑是，当时买了一块二手的3060 Ti 的一个显卡，然后是8G 的显卡，然后内存是32G，然后双屏的1080P 的那个显示器，也算一个中等的一个配置吧。嗯，还可以，我感觉这个来学习还挺好的。嗯。然后就是您学习这个肯定是想进入游戏行业的，对吧？啊，对。嗯，然后就可能想问一下您这个创作的周期，然后以及每天这个做的一个时间，如果有计划的啊。话，就跟大家说说您的计划。好的。其实没有太多的计划，所以其实，当时离职的时候是处于一个比较忙的一个时期嘛，然后当时也是加班加的比较累，然后离职的话，本来一开始设想的是离职可能休息一段时间就开始做，但是其实第一个月也是在一边躺平一边做，因为实在是之前太累了。正好休息一下。稍微给自己放了个小假。对，然后后面就开始认真做了，然后也没有特别的规划，就每天可能早上起来，然后就开始做一会儿，然后吃饭，然后再休息一会儿，玩一会儿，再继续做，就这样。那可能每天大概制作时间是在6到8个小时吧，然后统计起来可能做了4个多月，已经算是比其他同学做的要长的一个时间了。这时间还是挺奢侈的，我感觉，正好休息了。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您那个参与直播或者是提交作业的这个频率大概怎样？一开始是摩登老师上课的那个时间，我还在上班嘛，就没有很经常的提交那个作业，因为自己的进度就比较慢。然后后面离职开始做了之后，就交了几次吧。然后后面我们3月份就结束了嘛，其实，所以说到最后那个作业也没交几次，其实可能交了有3次还是4次。嗯，对，我看您好像给我发了3周的这个内容，都是集中啊，对。在了其中几个环节上，这对对。个白膜以及这个材质上，好像其他环节好像就没有太多机会提交。对，因为那个都是后面做的。好，那我就正好到了下一个环节，就是我这里也是搜集了您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工作环节上面的一些截图，然后这个的话，我就可能想请您，我应该是按照顺序排的，我看看啊，4-2、4-3、4-3、4-4、4-5，对，我可能就希望您
按照这个就是您看到的内容，然后你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地方你在做什么，然后就是讲讲这个中间的流程。正好刚才也有同学问到了。好的好的。一开始它是一个线框图，其实这个对线框的这个方式是，我很久之前也是报了一个班，但是也是没时间上，然后那个是叫欧酱老师他们团队的商老师哦，教的方法。欧酱，嗯，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太忙了，就没有时间去上，其实学习都是后面离职以后才开始学习。然后这个方式呢，就是先把原画转成，一张线框图，然后把它扔进玛雅去对上你的摄像机，也可以扔进那个 UE 做一个摄像机的后期材质，然后让它去对齐到你的屏幕里面。然后有这个线框以后，你就可以对着这个线框去做它的白模，这样就可以对的比较准确。对，前面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这个就是做了一个摄像机的一个后期材质，然后把这个线框哦，图给它套在那个材质上面，然后就在那个屏幕的摄像机里面显示出来，然后就开始对白模。这个是您的这啊个参数对吧？对对，当时调整这个参数也调了好久，因为要对上原画的透视还是比较难的。但其实后面对的时候，就还日常，是有一些地方有一点不太对得上，但是也没有办法处理了。我感觉对的已经还可以吧，我感觉挺准了已经。对，已经算是比较准。它这个默认的市场我记得是90吧，你对，只默认是调了个五，90。调了50，对对对，大家就是如果发现自己透视有问题，可以看看这些参数。然后白和白膜这里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想跟我们讲的？就是您就是用了玛雅对吧？对，这是玛雅。然后我看您是把地貌也在玛雅里面进行了简单的雕刻，对不？这个地貌是从那个 UE 导进去的。导出来的对吧？对，从 UE 导出来的，包括玛雅的摄像机也是从 UE 的摄像机直接 FPS 导出，然后玛雅导入，就可以完全还原它的这个视角。然后你这里面是有非常多的物件，以及说你这里的就是这些小的资产是很丰富的。要不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你做这些东西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资产也是做的比较久，当时选原画的时候没想到，就是里面资多了，产会有这么多。是的，对，也算是当时先是把那个建筑给它做完了，然后就做到资产，然后后面一去统计发现，哇50多个。然后后哦，面50，我的对，天，将近有60个，有些大的，有些小的，有些复杂，但有些还挺简单的。然后资产的制作也是在那个玛雅里面，然后就是把原画导进去。因为作者他正好有一张原画是那个小房间里面近景的，然后就看着就比较仔细，也算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吧。然后就给大家看一把那个下那张图片，应该是这张是吧？对，是这张。它这张近景的就展示的比较仔细，就每一个模型，每一个这种玩偶。然后就是把这张图片放到玛雅里面，然后用那个正视图的摄像机对上。现在正视图把那个模型给它做出来，然后再放进那个 UE 场景里面去看它的摄像机的角度能不能对上，然后再来回导，然后来回调整，然后后面就做出来。其实确实花了挺多时间的这些东西。这个我是比较喜欢，感觉好逗啊。对对对。哎，它的材质是有自发光吗？对，它是用那个自发光材质，然后用了里面材质节点用了一个菲涅尔的一个效果，然后做出来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些图片，哇，这是所有的都摆在一起了，是吧？对，我截图的时候专门放在一起。然后小鬼这个上面是玛雅做的，然后玛雅做的话，它那个手其实是穿插进去的，但是，后面进了那个 ZB 以后，用那个 Dynamesh，它那个就整个模型全部连接在一起，然后后面就刷了它衣服上的褶皱，然后就导进 UE 里面上材质就可以了。
然后可能想让您介绍一下，就是您做 SD 的这个过程。我看看我得回去到外面找到您那个 SD 的2张图片，您跟嗯。大家也讲一讲。我感觉您这做的还是挺有自己特点的。哎，刚才最开始应该有人问您那个瓦片的做法是吧？是房顶这个瓦片吗？SD 的这嗯，个。对，那个同学，您的问题是说他那个房顶是怎么做出来的吗？材质是不是？我回去看一下。他应该是问你啊，待会儿帮我瓦片周围是怎么处理的？那就可能是说，不仅是说那个边不仅仅是缘的那个不规则是吧？有可能是。那您就等一下，捎带都介绍一下。啊，好的好的。那先说这个 SD 吧，就是因为 SD 也是第一次接触，然后，我的方法就是先2倍速的看一遍那个每一周的 SD 的教程，然后先是在脑子里边理解一个大概的，流程和步骤吧，然后第二次看教程的时候就看得比较仔细，然后一步一步的在那个，SD 里面跟着做，然后做的时候就记下每一个节点的功能，还有它的效果，然后一边调整一边制作。然后后面就把好几周的那个 SD 课程全部，学完了以后就做了第一版的一个材质，然后后面就是发现那个美术效果，感觉还是差点味道，然后后面又回去调整，就从第一个开始的那个节点，又顺着重新理了一遍逻辑，然后看。因为本来之前是做程序员的嘛，所以说对这种节点逻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就后面又理了一遍以后，就发现自己对这个软件的理解也是上了一个台阶，然后后面也是重新优化了一遍，然后最终就完成了现在这个效果。然后对那位同学是问你那个瓦片边缘是怎么做的，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正好我最后有一张图，这瓦片边缘是，也是摩登老师教的一个方法。正常的屋顶它没有这么不规则嘛，但是它的屋顶其实瓦片边缘也是单独制作了一块模型，然后去给它摆上去。其实这个边缘的这种崎岖都是我一片一片摆的。对，就是这张，就是这张。嗯，因为这个我是单独放了一个关卡，然后一共有1374片，就摆的特别辛苦，因为它的每一个弧度都是不一样的。啊，如果哦，摆的位置有点参差不齐的话，那个光打上去的效果也会很奇怪。所以说当时就摆的很仔细，也是摆了我一天半，就这么硬塞了1000多片，属于说是在美术岗位上体会到了这种搬砖的辛苦。嗯，是，这个确实太实际了感觉。对。然后，那我们可能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你的不同的步骤，一步一步怎么过来的？中间，是得到了怎么样的这个反馈啊，或者是当时的考虑是什么东西？嗯。一开始制作的时候，因为我是比较熟悉 UE4嘛，但那个时候其实 UE5也出来了，然后我一直做到那个白盒灯光的时候，都是用 UE4，然后后面交的作业，某人老师说可以用那个 UE5试一下，因为它那个 Lumen 的光的那个效果，要方便了对很多，而且效对，果也好很多，所以后面我就换到了 UE5。然后进去以后发现 Lumen 的效果确实是好了很多。因为之前，做 UE4场景的时候要摆很多的灯去给它补那个细节光，然后就让它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 UE5就省了很大的功夫去做这个。然后制作的过程中，地边和材质其实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没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后面的技术问题是比较集中在那个 Lumen 在植物上的那个 AO 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后面助教也是整理到了那个课程那个文档里面，然后让我去看那个文档，然后我就跟着那个步骤去关闭了 Lumen 的 AO，然后后面还增加了自己做的一个假的 AO，因为它那个Lumen 的 AO 关了以后会有一点点问题，然后就做了假 AO，然后后面也就完成了这个效果吧。就是我挺喜欢这张图的，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就是它这里的这个灯光，然后以及这个贴花是怎么安排的。对，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吧。因为嗯，补光的话，因为其实它的呃主光源就只有一个天光，还有一个那个小房间里面的光，以及一些窗子里面的那个自发光。
但其实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如果不做那个补光的话，有些模型的正面其实是比较暗的。所以你会发现我那个前景的那个，南瓜人头上有一个补光，然后旁边的那个，呃，小人也是有一个补光。嗯。啊，对，这两个。然后小房间的那个前面那个猫和那个栗子头的那个前景有一个方形的一个补光，这个位置，都是为了打它的那个脸部的一些光，然后让它在那个主视图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光源效果。然后补光也是补了一个渐变的效果吧，像这个南瓜头就是右上会比较亮，然后一直到中间又会暗下去，就补了一个渐变的一个效果。然后包括左边的那几个骷髅头也是单独的做了补光。然后就是墙上是贴了一些流字的一些贴花，然后地上因为我的那个地表就做了2个 SD 材质，一个是10块的，然后一个就是正常路面的，就是后面发现细节不太够，然后哦。就自己找一些贴花，就可能没找到风格化的那个路面贴花，就找了写实的，然后把那个 mask 就抠下来，然后用了自己地表的材质，然后替换了它的颜色材质，然后就亮度调高了一点，然后做成一个新的贴画，给它贴在路面上，就增加它的细节。所以就看见我贴了一路，确实。一路都是，一路都是贴画。哇，这个远处的贴完之后还能看到吗？你切的好细啊。其实后面也看不见了，一开始因为没有那个没有补那个雾，没有补那个啊。雾气，然后摩恩老师就说那个路面细节不够，那我就干脆就全部都贴了。后面补了那个雾片以后，发现远景其实已经看不见了。我感觉你做东西感觉好有耐心的感觉。啊，可能是程序员出身吧，就感觉不全部贴完就有点不完美，所以才做了这么久，其实应该可以做得更快一点。啊，正好你说到，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些小动物，不是小动物啊，这张图片，嗯，对，它就能道具。比较明显的看到，就是你调的这个效果。啊，对，因为也是对着那个原画去调的，包括它的亮度啊什么，我都尽量去还原那个原画。哦，然后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那个窗帘，那个窗帘其实它的光我是直接让它不接收光照的，因为我的主要的那个点光源是布在那个这个小房间的中间嘛，然后嗯。打在那个窗帘上就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阴影。哦。对，跟那个原画就对不上，所以我干脆就把所有灯光都关掉了，就直接让它自己，颜色调亮一点，然后就不要让它跳出来，就达到现在这个效果，不然它可能就会很抢，因为会有些，一条一条死黑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单独的对某一个这个 actor 选择，就是他是否接受这个光照，以及是否产生阴影。啊，对，因为 Asset 它那个，呃，设置里面有一个光照通道，一般的光照通道都是第一嘛，嗯。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后面的第2个和第3个，然后去给它避开它的一些灯光的一些效果。啊，这个还原度对原画来讲还是非常高的一个作品。嗯，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想尽量还原嘛，就看看自己美术的上限在哪里。好，那我就可能想让您说一下，就是你这里我们毕竟会稍微涉及到一些，就是跟那个着色剂相关的内容，你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啊，可以的，啊，这个是无光照就是无的情况。光模式，对，就嗯。大概展示一下。因为是夜景，可能就调的比较亮，那个建筑，这个是。这个是细节光照，就哇，注意就这些光照是那个看着也挺舒服的。反正细节光照就是把那个要突出的地方就稍微亮一点，然后其他地方就不要比这个亮，大概就可以。就那个小房间是最亮的。哦，你这里是有一些粒子以及一些 shader，你这里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吗？嗯，好的。这个资产其实都是网上找，因为去那个淘宝上面直接搜风格化场景，然后就下了好几个，然后就进去里面把那个云雾啊，然后一些粒子啊都放在我的场景里，然后后面就挑了3个比较合适的，就给它放在了那个相应的位置，就找了前景这个蝴蝶。因为原画上其实是没有蝴蝶的，但是原画这个位置它有一个比较高亮的一个区域，就其实
如果在 UE 里面做的话，会感觉很奇怪。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发光的蝴蝶在这里。我看一下，对，是这个对吧？啊，这个区域。对对对对，这里就很高亮，然后当时也是补光补的，但是就哦，会很奇怪，因为没有逻辑让它这么亮，所以我就放了一个蝴蝶。然后其实原来比这个现在我的这个还亮，但是后面摩登老师是说，前景稍微暗一点，不然就会抢那个小房间的一个那个视觉中心，然后后面就调暗了。看看这个啊，shader 好像这里没有写，那我们可能到下一个环节再讲一下。然后这里的话，就嗯是您的渲染的工具以及大概的这个参数，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嗯，好的。就渲染我用的是那个 MRQ，因为一开始用正常的渲染，它有那个就是我的粒子渲染不出来的问题。然后后面问了摩登老师，也是去尝试用这个 MRQ 去渲染，然后才解决的这个问题。然后参数调节就是，首先是 PNG 那个序列，然后延迟渲染，然后抗锯齿我把它开的比较高，因为如果不抗锯齿的话，我的那个发光的那个小人在视频运动的时候，它会有很明显的锯齿，然后就哦，开了一个16的抗锯齿。啊，我记对。得那个空间采样数量高的话，实际上相当于是帮您处理那种动态模糊的效果，它就让两个帧之间的变化就比较那个平顺。哦，那其实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开高了一点，就是这这就个。有点类似于拍摄的时候说那个曝光的时间得稍微延长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你每个帧之间的动作不才能有那个就是虚影过去，所以得有这个空间采样。对，所以当时就是开高了这个参数，然后那个，渲染出来的那个发光小鬼就，效果就比较好。哎，有同学问地边工资一线种树，就是如果要是大厂的话，就地边的工资会比较高一些。这个我们之前有过专门的讲座来讲，我可能，哎，我是记不太清，反正就是一些大厂的地边的收入是相对可观的，就是看你这个水平是这个高级啊还是资深呢、这个都是不太一样。然后啊，对，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窗帘的制作是什么流程？这个窗帘啊，窗帘是怎么做的？窗帘其实也很简单，都是玛雅做的。啊，对，就是先拉一个片嘛，然后，嗯，哦，玛雅里面有一个那个布料运算，当时是用那个布料运算做的，就是在那个 B 站也能搜到很多小教程。大概就是，先拉一个面数比较多的一个片，然后去给它设定几个那个固定点，然后在窗帘的上部给它一前一后交错，然后拉成那个样子，然后用它的那个重力计算以后，它就会整个窗帘就垂下来。然后要做成这种扎起来的窗帘的话，其实后面我是用那个，晶格和软选择，就是手动给它调整。对，然后再做一个那个扎的那个绑带，然后给它放上去就可以了。平输出。哦，这里就是你给大家也聊一下，就是你这个跟摩登老师之间的这个交流过程，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讲的？好的。因为一开始找摩登老师其实也是比较后面了，因为前面基本上都是自己能解决很多问题，然后后面第一次遇到问题是因为那个云的问题。因为我看其他同学的那个云都是一片、两片、三片，然后很完整的一片就摆在天上就可以。但是我这个原画的云，它是一个半包围的一个结构，然后我当时就比较苦恼，然后后面就自己想办法，就是用很多的那个 Skycard 的那个插件云给它拼出来，就那个半包围式的一个云的一个效果。然后后面就拼了大概有二十多片，然后后面拼完以后效果是可以的，但是场景就变得非常卡，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咨询摩登老师，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但其实后面摩登老师是给出了解决方案，就是说把所有的云在 PS 里面合成一张。哦，但是对，我想应该是麻烦一些。能解决，但是我现在还是沿用之前的20多片云的那个效果。
对，我当时觉得，因为它的那个 shader 嘛，它的那个插件云的那个效果是把云分成上、中下3层，然后去调节它的颜色。但是我的这个如果整一片云都分3层的话，那它那个颜色可能就控制的就不是特别可控，只能调节最上面，然后中间和下面，就可能达不到现在完整的效果。所以说这个问题后面其实被我搁置了，我就直接把那个云的关卡隐藏起来，就想如果后面还是遇到卡顿的问题，那再回去用 PS 去修。嗯，然后后面到渲染结束其实也还好，也还好，然后就没有管它了。对，然后在后面的交流就是交流那个场景的一些效果，然后主要摩登老师提的一些反馈就是我那个路面的 RAT 的一个效果不是很明显，还有我的路面，呃，就是没有贴贴画的时候，它那个路面是比较平的，然后跟旁边的草也不是很融合。对，然后就是提了一些模型，稍微细化一些的一些意见、一些建议，然后就没有了，其实没有太大问题。那个就是可能想让您就是结合您做的这个场景，然后我记得是有几个技术点，你可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看就在这里，你好像给嗯了我一些图，然后你看这里是哪些东西，你就是说一下，这样。好的好的，那就顺着说吧。第一张图就是想说，因为最开头的白膜和基础灯光，我觉得还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后面你不管是你要去做道具，然后进去，缩放那个比例也好，还是说你做材质，然后贴去场景里面看效果也好，都是跟这个白膜的一个效果比较接近的。所以我现在这个白膜的效果跟后面场景其实也是差的也不是很多，因为我灯光是很后期才重新改的。然后一直到中后期都是沿用白墨的这一套灯光，也就是说可能白墨还是比较重要的，就好好的去做一下这个白墨的效果。然后咱们讲哪个部分？你告诉我，我去找图。嗯，就顺着讲吧，就按这可以，个图片可以，可以。顺序讲好了。然后这个是那个草的一个球，其实，其实课程里面做的草也是大部分那个风格化世界的那个草都是一组一组的，要不就是一根一根的。但是我这张原画的那个草，它是有那种一簇一簇的团簇感，因为放大看其实是一种小叶植物拼接的一种感觉。所以当时用那个课程里面的草刷上去以后，特别是我的这个草地还分了3个颜色，然后就会感觉特别杂乱。然后后面就想了其他办法，就是怎么把那个草的团簇感给它做出来。然后后面就想到了那个树叶的那个感觉，然后就用制作树叶的方式做了这么一个草的一个团。然后这个材质也是在那个 SD 里面做的，然后就给它贴在了一个方形的片上，然后那个方形的片转了好几周就转成一个球，然后就呈现了现在这么一个草球的一个效果。然后第二张植物呢，就是我之前说的那啊，个看到的原神，对，嗯，原神那个新地图地上那个一小一小组一小组的那个圆片植物的那个感觉，然后根据那个感觉就做了这个，做了这个植物，然后所有的贴图也是 SD 做的，就包括地上的那个不规则的圆和上面的那个带一点尖的那个植物。对，然后后面就是这2个植物就刷在了那个地表上，然后草球是给了它3个颜色，然后这个植物的话就给了2个颜色，然后后面就刷到了现在的这个效果，就跟原画其实还是比较接近的，个人感觉。然后这张图，这张图我是要说什么？哦，对，那个这张图是下面起的名字是假阴影123，1234。啊，好，那我懂了，就是，因为这张原画它其实它的光只是打在了近景上，但是你实际的场景灯光打出来就是后面这张图。嗯，对，后面这张就很多地方都是亮的，然后它的阴影就很杂乱无章，然后包括左边的那个后面都有点抢中间的这个视觉中心对，了。是。所以说这个阴影就是要自己处理的。我本来可能是想看看这个，光照材质里面，就光照函数里面有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后面想想好像也不现实，就是这么去定制它的阴影。然后后面就想起来它的那个
优异的那个基础模型嘛，就是那个片，其实它是一个单面显示的一个片，然后它就可以做到这种阻挡一个阴影的作用，就是你从正面的那个摄像机看是完全看不见的，对，但是你从后面看就看见了。是。对，然后我就用这个片的那个方式去给它遮挡阴影，然后就达到了现在的效果。对，包括后面那张图有那个树叶的阴影，就地上的树叶阴影也是用这种给了一个树叶的一个透贴，然后去给它模拟地上的树叶阴影，给它做出来。因为我个人作品主要是想给大家展示的这一个角度嘛，啊，对，所以说这些方法的话是可以用的。然后后面是假 AO 对吧？啊，对，甲 A.O.，甲 A.O. 的问题就是，因为为了让那个，植物的 A.O. 给它去掉，然后就关闭了 Lumen 的 A.O.，然后关闭以后呢，就是后面这张图，就会发现它的那个木板下面其实是比较亮的，就没有很好的压住，然后那个房子下面也是比较亮，就前面一张图，就刚刚那张图。啊，对，这张，就那个，南瓜头上面那个屋檐下面会发现有很明显的一个比较白的一个区域，就是因为可能它跟那个屏幕空间有关，就没有看见它的下面的位置，然后就把它亮起来，然后后面就考虑做了一个假的 A.O. 去把那个亮的地方给它压下去，对，就下面这张图，然后做了一个圆球给它拉长，然后给它塞在这个下面去，让它的，整个部分都稍微黑一点，然后就把那个画面给它压住。对，也算是一些针对效果的一些特殊处理。对对对，那个为了效果还是得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个超写实的一个东西，大啊，家也对，不是为了追求看那个什么像赛博朋克2077里面的那种非常硬核的这个光追的效果。然后这两张是您的那个就是融合天空，你哦，起的名字叫哦，这个我稍微说一下，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后期的，因为本来我没有考虑做这个发光的这个发光小鬼，然后但是摩登老师说已经可以是输出那个视频看一看了，然后后面我就很高兴，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我说我这个，画面做成这样了，已经到那个输出阶段了，可以。然后他就说："哎，为什么你这个发光小鬼不做？为什么这么可爱的一个东西你不把它做出来？"然后后面我确实就是本来就感觉它这个地面其实是比较空的，如果没有前景的嗯，那两只发光小鬼的话，它这个路面和那个草其实是没有很多细节的。然后我当时就想，那要不就试一下这个效果，然后后面就快速的做了一个模型，然后测试了一下菲涅尔的材质，然后发现这个菲涅尔贴上去也还是能比较还原那个原画的效果。然后后面就细做了这三只小鬼，然后把那个材质也优化了一下。然后这个小鬼扔进去呢，因为它这个小鬼是有那个发光的，就首先它是有个自发光材质，然后在 Lumen 的光照下，自发光是会有一点点泛光的，但是也没有泛得特别强。然后后面就考虑说是要去模拟它的泛光，然后之前工作的时候模拟泛光一般是用到两个方法，一个是，当时公司有一个自发光的，特效球，就把那个球一塞进去就完事了，还比较省资源。但是我后面也没找到这个其他地方哪里有这个球，然后就用了第二种方式，就是给它塞一个点光源，然后把它的那个光束泛光给它打开。但打开光束泛光以后，要和那个高度物的，体积物结合，它才有那个泛光的效果。然后，那个时候我效果做完的时候，其实近景的物我是把它全部切断掉了，就是用那个起始距离把它推在了那个房子和树的中间，就是推远了。也就是说我的近景的体积物是没有任何效果的。然后为了能把这个，泛光的这个效果做出来，然后我就重新改了我的高度物，就把那个物全部，拉到前景来，但是把前景就是它有一个第一物乘数和第二物乘数。第一物我的理解就是偏近景到中景的一个距离，然后第二物就是远景的一个距离。然后我的第一物就，调得特别淡，然后把那个，自发光就全部关掉了，就是物的自发光全关了，不然它的前景就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后面就达到了近景基本上是看不到物的一个效果，但是它的体积物的那个程序是实实在在在运行的。然后就把塞进三只小鬼的那个点光源的那个泛光开得比较高，
然后就让它稍微能融合进这个场景一点。对，其实现在看这两只小鬼是有一点微微泛光在旁边。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因为我关闭了它高度物的那个，自发光，然后就导致天空的它有一个大气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大气雾的那个发光就不显示了。然后当时那个云和这个天空就没有特别结合，这是第一张图。其实现在看其实还好，但是仔细看的话，就是这个云会比较黑，然后这个天空和云的那个衔接，就仔细看还是会有一点点就不太融合。然后后面就想，既然是关闭了那个自发光引起的一个原因，那我就自己去自制一个自发光。然后我就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球，就是法线朝内的一个球，就把那个球给它放大到远山和云之间，然后给这个球加了一个半透明的自发光材质，就稍微让它亮一点。然后后面就让这个天空和云就有一种雾化的一个感觉，然后后面就感觉更融合了一点。对，后面就感觉更融合了一点，然后前景也就更明显。其实现在看好像也没有很大感觉。就不是特别明显，就是你对，不是调特别明显。的好细致。可然后这能只是想试一下个吧。最后这个啊，这个就是之前已经跟大家对对，之前讲了，说了。就是您的那个瓦片，对对对，嗯，就放了很久，然后出来展示一下。一千太辛苦了。三百七十四，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就是就是您那个除了参考摩登班的内容之外，主要的参考是原神对吧？就是原神这对边对看的对，原神。比较多。然平时也是后在玩原神，所以找这个参考都知道在哪儿。可以可以可以，正好这个玩儿和工作这个衔接上了。对。那想问一下，就是您目前的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有没有在那个接测试等等？因为我完成作品2天嘛，我是大概投了一下这些，游戏岗位，但是今年实在是情况不太好，就基本上都是说我这边作品可能不太够，或者说游戏经验不太足，然后就都没有进那些比较什么，高级或者中级的一些岗位。然后现在还在等机会吧，然后什么考虑再做一些写实的作品，就快速做一些，然后下个月或者这个月月末再试着再投一遍。然后就是，你对那个其他同学，有没嗯。有一些什么建议，想跟其他同学讲的？就比方说能从您身上绕开的一些，这个弯路也好，或者说这个注意的东西也好。好的。首先呢，就是如果是时间比较紧张的同学，还是建议选一个体量稍微小一点的原画。因为我后面发现我这张原画的道具还是挺多的。啊，太我本来多了。对，我本来想可能7月末到八月中可能就能做完，然嗯，后后面是拖到这个月才做。对，所以看那个制作量，选原画还是比较关键的。然后就是前期的那个白盒尽量做的仔细一点，因为做仔细一点的话呢，会后面省很多修改。对，如果说前面白盒的那个比例出问题，然后后面要修改就很麻烦。然后有问题的话可以多问摩登老师，老师，他虽然自己在忙嘛，但是他回答都是能准确的贴近那个，怎么解决、怎么实际去操作的一个效果。嗯。然后最后就是因为我其实，效果问题就没有很多，是因为后面硬件渲染出错的问题就困扰了我特别久，就是那个渲染出那个视频。呃，一开始就是我没有用那个 MRQ 嘛，然后我那个粒子渲染不出来，然后发光小鬼没有抗锯齿的话，它那个锯齿又很明显。然后后面就问了摩登老师，然后老师说是去用那个 MRQ 去给他试一下。但是因为我的电脑配置跟我那个云的关卡，消耗配置，就是后面渲染的时候就直接 GPU 崩溃了，就是因为我那嗯，个云就特别耗那个资源。
然后如果我开那个着色器复杂度，那个云那片都是白色的。啊，就是对后贴的层次太多了，对不？对对对，因为它是半透明的。对，这个实在是得少一点，或者是像摩登老师对对对说那个，得融合成一大片儿。对，其实一开始就应该去 PS 里面给它融合，如果不是一片的话，或者说你给它分个4、5片，其实应该也可以。但是我这个20几片实在是20多太多了。的话就有点太奢侈了。对对，所以说后面遇到的那个渲染问题就比较严重。我有3个镜头，就只有第3个基本看不到云的镜头能用那个 MRQ 渲染出，然后前面2个都是直接崩溃。然后后面就想了各种办法，然后后面最后是想那干脆就找一台好一点的电脑去渲染好了。嗯然后本来说是想去网吧找，然后后嗯，面去网吧之前我又想，哎，淘宝会不会有这种服务？然后我就服去务是吧？搜了一圈。嗯对，然后还真的搜到了有那种远程自助渲染的一个那种服务吧，算是。然后就是你去远程控制他们的那种高配置的电脑，然后把你的哦，场景拷过去，然后就在他的电脑上完成那个渲染操作。然后后面也是花了可能50块钱不到吧，然后渲染了2个小时，可以啊，用那个可以啊。对，用那个4090好像，然后128G 内存的电脑直接就选出来了，一点问题没有。哦，那这么看的话，这个比去找朋友搭人情去还方便很多呀。哎，对对对对对，很方便，都不用出门。然后我就说，哎，这个方法好啊。所以说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式，就是记得最后，如果你要保护你的工程不外传的话，就把那个工程码删掉，然后把那个图片拷回来就可以了。对，但我估计就是不太明白这些东西的人，他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啊，对，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就想了各种办法，包括我同事说帮我把那个所有的图片改成虚拟纹理，然后去解决，然后后面发现那个虚拟纹理也会炸线，就是它那个材质的效果就突然就糊掉了，然后那个方法也不行，然后最后就真的就是换了硬件好的电脑直接解决了。能花钱解决的问题还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因为也不贵嘛。那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您那个对摩登班这个，就是风格化这边课程设置等等，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建议暂时没想到，感觉挺好的。就学完以后感觉就整个流程，就每个环节的技能也好啊，包括一些审美也好，都感觉扎实的不少，挺好的。看一下，就是呃，我可能想让您介绍一下，就自己平时玩的游戏里面，就是你这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些场景。然后您也是给了我2套东西，然后分别是一个魔兽世界的场景和一个原神的场景。那我就把这个视嗯，频打开，然后可能麻烦你稍微介绍一下啊，好的。这个魔兽的场景是苏拉玛，然后我去把这个视频放出来，然后嗯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嗯，好的。那我之所以选这个场景呢，是因为是这个魔兽世界是我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玩，那个时候就觉得，哇，里面的世界是真的非常大。其实魔兽世界的那个整个世界的制作是比现在很多游戏都要，然后包括它的一个城，就是从城的一头走到另外一头也要走很长时间，然后当时就非常震撼嘛，然后可能就在自己心里就留下了一个这种比较震撼的一个想法。然后后面转行的时候，在想要转去什么行业的时候，就开始回顾自己小时候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就想到了这个魔兽世界的这个场景。然后这个场景它是叫苏拉玛，然后它是呃设定是古代的暗夜精灵的一个王城，然后它里面就很多都是偏紫色的一个色调，然后就非常的魔幻。然后当时就觉得这种现实世界不存在的场景，然后还做了这么大体量，就感觉真的是有一个城市在这里存在一样，就感觉还是给自己心底非常震撼吧。所以这边展示一下，因为其实当时的
游戏的贴图确实达不到现在的能力，但是它整个整个氛围的把控还是非常到位的，也算是魔兽世界的这种贴图，也算是当时业界比较前沿的一个效果了。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的 UP 主是叫一梦知千秋，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到他这个频道里来看一看。这就是他上传的一段视频，就是我们借用一下，感谢他的上传。对了，就正好看这个视频，你可能可以说一下，就是是不是可以通过就是这些一些游戏啊，提升自己审美？就包括就是您感觉从这个程序员慢慢出来，然后学习场景这边提升审美的一些方法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当你在自己的潜意识有这么一个意识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在过一个任务的流程，然后你从这个山洞出来，然后或者说到一个村庄，它其实它的关卡策划都是把那个路线规划的，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如果你去玩游戏的时候，你就不只是一路跑过去，然后沿途稍微注意一下那个地表的路线，然后它一些明里暗里的一些指示，就会发现其实它是有在很好的规划这个美术，然后给你呈现在你的屏幕前面的这么一个效果。就还是如果你玩的多了，还是能体会到很多这种感觉吧，就什么也会一点一点的提升。然后就包括您之前提到过说，像看奇缘的那个就是每半月一次的直播，对你的帮助也有一些。然后啊，对。摩登班这边你感觉就是看哪些东西对那个自己提升大一些？啊，摩登班这边其实我在学习完课程以后，就是有时间会去看摩登老师，包括对，之前的毕业班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班级也好的一些，就学习过程的一些反馈。我觉得看这个闲暇的时候看这个也是可以提升自己在制作流程上面每一个步骤的审美。然后我就是，正好摩登这边课程里面是整个过程嘛，然后最后的结尾的话，其实是很难看到其他同学就是即将完成的时候老师的一个点评，因为完成基本上都是在老师结课之后，所以只能看到自己作品，然后私发给老师，老师的一个点评。然后如果是看完整作品的点评的话，我就是一般就是去看那个奇缘大佬的完整的其他人完整作品的点评。然后两边就相辅相成嘛。就你制作的时候就是看摩登这边，有什么其他同学的一些反馈意见，可以映射到自己的场景，看自己有没有，然后去修改它。然后做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发给摩登老师去，呃仔细的评判一下你的场景的效果。然后平时如果你要自己提升审美的话，就是整个场景的审美，就是可以定期的去看那个起源老哥的一个直播。嗯，就是包括写实的也好呀，然后一些大的小的场景，一些比较细的一些东西也好，其实每个人发的作品都不一样，也能体会到各种不同的风格，对，就都能提升自己的审美吧。好，那我就换另外一个您给我的场景是，哎，如果不是这个，是这个。这个啊，对。场景你跟大家讲一下，我从头放一下吧。这个场景是我后面比较喜欢的原神的一个场景，因为它的设定是在一个海奇岛，就是一个岛屿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深渊，然后从开头的深渊跳下来以后，就会有一个狭长的一个通路，然后这条路走进去以后，会有一片非常宏大的一个遗迹群，就是现在看的就是那个狭长的那条通路，然后设定也是当时可能有一条大蛇从这个地方跑出去，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从那个原始的一些石头呀、树木呀，然后过渡到一个遗迹的一个感觉，然后完成解密以后，就通过这条狭长的一个通路，然后后面就见证了这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场景，就是冤哦，下宫。对，当时就是这1分钟就给我特别震撼的一个感觉，就是在非常遥远的一个地理深处，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城市，然后还是靠他们古代的一些科技完成了他们的昼夜交替。然后
后这个就是一些遗迹的一些细节。就我感觉可能就是跟现实世界就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场景会特嗯，别吸引我，包括之前的精灵王城也是，然后这个元宵宫也是。哎，他们俩的色调都好像有点像，对，包括你这个作品也是晚上。可能会个人比较喜欢吧。对了，就是正好说一下，因为您那个准备这个作品的过程是相当于完全脱产的一个情况，啊，对。然后就是你感觉如果大家想做自己作品的话，你推荐大家脱产怎么做吗？我个人还是不推荐的，因为这2年确实找工作还是非常难找的。因为我当时是特别忙嘛，因为忙到没有时间做作品，然后又觉得自己因为始终是想要去游戏行业，然后自己如果基础一直不牢固的话，那把年龄拖大了也不好，然后就嗯。还是下定决心去脱产学习这个游戏。但其实现在也给我很多困扰，现在我还是一个暂时没找到工作的一个状态，后面可能还是想去补充作品去投一投简历。所以说给同学们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工作不是很忙的话，还是建议你一边工作一边去学习。对。然后就我看现在还有十几位同学在看直播，就是您，嗯，大家如果想问一些这个问题，问到我们的木语，呃，嗯。就可以问一下，正好趁他还在，然后他的这个经历也是挺丰富的，然后有没有一些就是不管是技术上，然后职业上的问题，如果想问的话可以问。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就得请木语之男休息了，因为已经1个多小时了。大家有问题没？就是对他的这个创作过程，这个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一个作品。现在好像没有人问题。那可以，就是大家，这个直播的话是稍晚我就会整理，然后压缩一下，放到摩登游戏场景的这个 B 站频道上。估计大家再过1个小时左右就能看到了，然后到时候就可以看到。然后木鱼，你要是想让自己朋友看到的话，也比较方便，到时候。可以的。然后就是也感谢，嗯，木鱼之男来给我们分享他这个制作过程。然后他是，反正是我看到的，就是准备自己的这个创作过程介绍最仔细的一个人。反正我是挺感动的，就是你这个准备的很好。然后非常感谢你来给我们分享，你的这些经验，包括职业生涯的经验。啊，没事没事，感谢航哥。然后那就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就大家都早点休息吧，大家再见了。